音乐起，温暖平静。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您是不是也常听身边的朋友在讲，哎呀，年纪过了50，好像连呼吸都会胖。年轻时怎么吃都不怕的牛仔裤，现在光是扣上扣子就要先深吸一口气，这是不是很熟悉？又或者明明累了一整天，身体都跟你抗议了，但一躺到床上，脑袋就像走马灯一样转个不停，眼睛真的比白天还亮，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感觉身体这台跟了我们几十年的老伙计，好像越来越有自己的脾气，这里酸那里卡，越来越不听我们使唤了。其实啊，这些让我们很烦恼的小毛病，都跟我们身体里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关系，那就是代谢。大家好，我是文雄。从医院退休了后，我自己也常常在想，要怎么让我们这些少年阿公、少年阿嬷活得更健康、更自在。今天我就以一个过来人和医生的双重身份，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心得。年龄它真的只是一个数字，我们千万不要被它限制住了。不过大家免烦恼，今天文雄医师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老祖宗流传了几千年的养生秘密武器，很简单也很厉害，就是我们餐桌上很常见的麦。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麦哦，早在我们最经典的医书《黄帝内经》里就说了，五谷为养，意思就是说这些谷物是滋养我们生命最根本的东西，而麦更是被称为五谷之宝。连元朝皇帝的御医写的《饮膳正要》这本书都特别强调春宜食麦，春天最适合吃麦来保养身体。所以今天我就要特别为大家介绍3种很不一样但都非常有用的麦：大麦、燕麦，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叫做浮小麦。我们一起来看看要怎么用这3种麦来好好的对抗年龄带来的这些小困扰，找回我们身体的活力。首先我们来聊聊最平易见人、大家最熟悉的一种麦——大麦。说到大麦，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那个夏天喝了很解渴，冬天喝了很暖胃的麦茶，对不对？我跟您说，这杯简单的麦茶可真是我们熟龄朋友的养生好伙伴。第一个好处就是养胃助消化。我们这个年纪，肠胃功能不像年轻时那么强壮了，有时候吃一点点东西就觉得肚子胀胀的不舒服，特别是吃到一些比较不好消化的，比如说糯米做的粽子、汤圆，或是聚餐时不小心吃多了几块肉，多吃了几样水果，那种食积、肚子堵着的感觉真的很难受。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泡一杯温温的麦茶来喝。古时候的医书《景岳全书》就讲得很明白，大麦善于化食和中，化食就是帮助消化食物，和中就是调和我们的中焦脾胃。它不只可以帮助消化米饭、面食这类的主食，对于水果吃太多造成的积食也特别有效。喝下去之后，胃里的胀气排出来了，肠胃里的寒气也跟着被带走，整个肚子都会感觉舒服很多。第二个好处，这对很多人来说非常重要，就是安神助好眠。很多人晚上睡不好，会想喝一点东西，但又怕喝茶或咖啡里面的咖啡因会让精神更好，更睡不着。麦茶就完全没有这个烦恼，它不含任何咖啡因，所以不会刺激您的神经，也不用担心会刺激胃酸分泌。就算是有胃食道逆流的朋友，也可以比较安心的喝。不仅如此，大麦里面还富含一种叫做色氨酸的营养素。这个色氨酸是什么呢？您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们身体制造褪黑激素的原料。褪黑激素就是那个掌管我们睡眠的荷尔蒙。身体有了足够的原料，自然就能制造出足够的褪黑激素，时间到了就会自然而然地想睡觉。这跟吃安眠药那种强迫关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温和的，顺应身体自然规律的帮助您入睡。
再来还有第3个好处，就是降胆固醇、消水肿。大麦里面还有一个很棒的成分，叫做 GABA。这个 GABA 就像我们身体里一个很厉害的交通警察，它能帮助我们把身体里多余的钠，也就是盐分排出去。盐分排掉了，身体就不容易水肿，早上起来脸泡泡，下午腿肿胀的情况就会改善很多。同时，这个 GABA 还可以抑制我们血液里的中性脂肪和胆固醇，这对于预防三高是非常有帮助的。您看，光是喝个麦茶就能从肚子顾到血管，是不是很划算？最后，还有一个会让爱美的女士们很开心的副作用，就是乌发。这可不是我乱说的哦，是古代很有名的医学家孟神在他写的《正类本草》里面提到的。他说，如果能够长时间食用大麦，我们的头发就不容易变白。这当然不是说喝了马上黑回来，而是透过长期的身体调理，让气血充足，头发自然就能得到滋养，维持它健康的颜色。说到这里，我要特别厘清一个很多人都搞错的观念。很多刚当阿嬷的都会很紧张地提醒自己的女儿或媳妇说，你在喂母奶千万不能喝麦茶哦，会退奶。这句话其实只对了一半，关键字在于那个炒字，炒菜的炒。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是我们拿来煮茶的性情很温和的大麦，另一个是经过大火泡制，药性变得比较强的炒麦芽。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一般我们在超市买的麦茶包用的都是单纯的大麦，它的作用很平和，主要是帮助消化，所以正在哺乳的妈妈如果想喝是没有问题的，不用担心。真正有强力退奶效果的是中药房里面抓的，特别注明是炒麦芽或焦麦芽的那种。那是因为经过火炒之后，它的药性改变了，专门用来帮助妈妈们在断奶的时候，让乳汁分泌自然减少。所以，一个是日常保养，一个是特殊用途，大家千万不要再搞混，冤枉我们的好朋友大麦茶喽。您看，这个大麦茶助消化、顾睡眠、降胆固醇，甚至对头发还有好处。这么多优点，不知道您最喜欢哪一个呢？或者您家里有没有什么私房的麦茶煮法或喝法？都欢迎您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喝茶是很好的日程保养，但说到我们这个年纪最怕的，恐怕还是那个常常听到的老朋友三高，也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高就像是潜伏在我们身体里的健康杀手，平常没什么感觉，可一旦出问题，后果往往很严重。所以，我们这些熟龄朋友更要好好的预防三高，为我们精彩人生的下半场打下一个稳固的健康基础。那要预防三高，很多人都会问，早餐要怎么吃？这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吃对了，整天的健康就打好了一半的基础。今天我就要跟您介绍另外一种麦，它简直可以说是三高克星。这个超级英雄就是燕麦。我想大家对燕麦也不陌生，但您可能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厉害。燕麦之所以被称为三高克星，最大的功臣就是它里面含有的一种叫做贝塔葡聚糖的神奇膳食纤维。这个贝塔葡聚糖是一种水溶性纤维，它进到我们的肠道里以后，会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水膨胀，变成黏黏稠稠的胶状物质。这团胶状物有什么用呢？用处可大了。首先，它可以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包起来，延缓肠胃排空的速度。这样一来，食物里的糖分就会被慢慢地释放到血液里，我们的血糖就不会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吃完饭后咻的一下飙高，然后又很快掉下来。对于有血糖问题的朋友来说，这能让血糖保持在一个很平稳的状态。其次，这块神奇的海绵还会把肠道里多余的胆固醇，特别是坏的胆固醇 LDL 紧紧地吸附住，然后跟着我们的粪便一起排出体外。
它就像我们血管里的清道夫，帮我们把那些堵塞血管的坏东西给清走。有科学研究证实，只要每天持之以恒，吃大概2到3汤匙的燕麦片，长期下来，总胆固醇可以下降大概10%到20%左右。大家不要小看这10%哦，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您每次回诊去看抽血报告的时候，那个总是让您心惊胆跳的红色箭头，有机会、有可能慢慢的变回我们都想看到的健康的黑色数字。这不只是数字上的变化，这更是您可以更安心的去含饴弄孙，去规划下一次环岛旅行的底气啊！每天就这么简单的2、3汤匙，日积月累，就是对自己健康最好的投资。不过，要发挥燕麦最大的功效，关键在于怎么吃。如果您有3高的顾虑，我会建议您把燕麦当成取代正餐的来源。比如说，您的早餐不要再吃烧饼、油条配米浆了，那都是高油高糖。您可以试试看，用1碗燕麦粥来取代您的烧饼。或是中午晚上不要吃满满1碗白饭，改成吃半碗饭、半碗燕麦组成的燕麦饭。因为燕麦的饱足感很强，这样吃您不但不会饿，还能帮助稳定血糖、降低胆固醇，一举两得。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陷阱，我要特别提醒大家。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跟燕麦有关的产品，问题往往不是出在燕麦本身，而是出在那些加工品上。我一定要点名一个东西，就是这几年很流行的燕麦奶。很多人以为燕麦奶就是把燕麦打成汁，一定很健康。错了，您去看看市售燕麦奶的成分表，为了让口感好喝，很多都加了糖、加了油，而且在加工过程中，最有价值的膳食纤维很多都被过滤掉了。您喝下去的常常是高热量、高升糖指数的淀粉液体，不但没办法帮助您控制3高，喝多了反而可能让您的3酸甘油酯飙高。等于是花钱买了燕麦的名字，却没有得到燕麦的好处，还可能有害，这不是很冤枉吗？所以我们要聪明的选择。当您走到超市，看到货架上琳琅满目的燕麦产品，要怎么选？这很重要。您会看到一种是那种薄薄的，用热水一冲，焖个3分钟就能吃的即食燕麦片。它的优点就是方便，我知道找上赶时间真的很方便，但它的缺点是因为它被加工得非常细、非常薄，所以它的升糖指数 GI 值比较高，吃下去之后血糖上升的速度跟吃白米饭油的比。另外一种您会看到是比较厚实，需要用锅子在炉火上稍微煮个5到10分钟的，那叫做传统燕麦片，或者是一粒一粒的燕麦米。我知道比较麻烦，早上还要开火煮东西，但是它的好处是它是比较完整的谷物，结构没有被破坏的那么厉害，所以它能够在我们肚子里慢慢的、稳定的释放能量，让我们的血糖很平稳，不会忽高忽低。所以文雄医师的建议是，如果您真的有血糖的顾虑，或者您是真心想要好好控制3高，我们就稍微勤劳一点，多花那5到10分钟，为自己的健康煮一碗真材实料的传统燕麦。相信我，这短短的时间绝对是全世界最值得的投资。最后，关于燕麦，我还有一点要以医师的身份非常严肃地提醒大家，有2类人是不太适合吃燕麦的，这点不是开玩笑的，您一定要听进去。第1类是慢性肾衰竭的病人，第2类是正在洗肾的肾友。为什么呢？因为燕麦、糙米这些全谷类都算是高磷的食物。健康的肾脏可以轻松地把多余的磷代谢掉，但是对于肾功能已经受损的朋友来说，过多的磷会造成肾脏非常大的负担，还可能引起皮肤瘙痒、骨质病变等等严重的并发症。所以，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有这方面的状况，请务必避开燕麦，或者一定要跟您的医师或营养师讨论，千万不能自己乱吃哦。好，处理完我们身体的硬指标，像是血糖、胆固醇这些问题，我们来聊聊心情。
有时候心里不舒坦，闷闷的，那种感觉比身体哪里痛都还要难受，对不对？我们这个年纪烦恼的事情也不少，担心子女，担心孙子，有时候觉得孤单，有时候又会没来由地发脾气，或是半夜突然醒来，心里一阵悲伤，就好想哭。这种情况，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观察到了。今天我要介绍的第3种脉，就是专门来处理我们心的问题的，就是小麦。《黄帝内经》称小麦为心之谷，心脏的心，谷物的谷，意思就是说，小麦是入心，是滋养我们心神的谷物。它对于心神不安、焦虑、失眠这些状况特别有帮助。讲到这里，就一定要提到中医界一个非常有名的千年古方，出自医圣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叫做甘麦大枣汤。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一个叫做妇人脏燥的病。这个脏燥是什么意思呢？听起来很古老，但它的症状跟我们现在很多人说的自律神经失调，或是轻微的忧郁、焦虑非常像。主要的表现就是情绪很不稳定，会无缘无故的觉得悲伤，很想哭，或者很容易紧张、心慌、睡不着，甚至会控制不住的打呵欠、伸懒腰。而甘麦大枣汤这个方子药材很简单，就3样东西：甘草、小麦跟红枣，其中的主角就是小麦。不过这里用的小麦又更特别一点，它用的是浮小麦。什么是浮小麦呢？就是那些放了比较久，变得比较干瘪、比较轻的麦粒，您把它们放到水里，它们会浮在水面上，所以叫做浮小麦。为什么要用这种麦呢？因为它经过时间的沉淀，燥热之性已经去除了，留下来的是它滋养心阴、安定心神的力量，而且比较不会给脾胃带来负担。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之前有一位朋友来找我，说他90多岁的妈妈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情绪变得很不稳定，常常一个人坐着就掉眼泪，有时候又会为了很小的事情对着他大发脾气，晚上也睡不好，人看起来很憔悴。他带妈妈去医院检查，身体也没什么大毛病。他很苦恼，跟我说：“文雄医师，我不是怕我妈骂我，我是怕她心里苦，不知道她在难过什么。”我听了他的描述，觉得很像是典型的脏燥症状，心阴不足，心神失养了。我就建议他不妨试试看甘麦大枣汤，就去中药房抓这3样药材，回家当茶一样煮给妈妈喝。结果大概喝了1个多礼拜，他很高兴地跑来跟我说，我妈再也不随便骂我了。她说老太太的情绪稳定很多，晚上也能睡得比较沉，脸上的笑容也变多了。看着妈妈的转变，她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放下来了。听到她这样分享，我心里也真的很感动。这就是我们分享健康的初衷啊！不只是要治病，更是要安家、安人、安心。这个甘麦大枣汤的做法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己试试看。您就到合格的中药房，跟药师说您要买炙甘草20公克、浮小麦40公克，还有红枣15颗。红枣记得要用刀稍微划开，或是用手捏破，里面的味道才容易出来。把这3样东西放到锅子里，加入大概2000毫升的水，用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再煮个30分钟，就可以熄火了。放温了之后，就可以当成1天的茶饮来喝。它喝起来甜甜的，有麦香跟红枣的香气，很好喝。如果您最近也常常觉得心烦意乱，情绪不太稳定，晚上睡得不安稳，不妨就试试看这碗流传了快2000年的温柔力量，来好好的安抚一下您的心神。好了，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和您分享了老祖宗留给我们的3种养生智慧宝藏，3种脉。第一，如果您想要帮助消化，晚上睡个好觉，那就泡一杯温暖的大麦茶。第二，
如果您想要稳定血糖、降低胆固醇、预防三高，那就记得要用传统燕麦来取代您的一部分主食。第三，如果您常常觉得心烦意乱、情绪不稳、多愁善感，那就试试看那一碗温润的甘麦大枣糖来滋养您的心。希望今天分享的这3种麦能帮助您找回身体的自主权，活得更轻松、更自在。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并分享给关心的亲友。您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们继续创作好内容的最大动力。另外，您也知道，这类健康的资讯内容很珍贵，随时都可能因为某些原因看不见，所以建议您先下载或收藏起来，方便日后随时查看。我是文雄医师，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